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查理斯，欢迎来到 Auto Lab。说来惭愧啊 ，Mona M03是我接触的最后一台小鹏的新车。然而，正是从这台车开始，小鹏的销量和口碑实现了全面的逆转。然而，今天这台车或许有机会把小鹏的这个势头推到一个新的高度。小鹏 G7，这应该是补全小鹏当下产品规划序列中的最后一块拼图。除了那个带4个螺旋桨的家伙之外，自从 Mona M03开始，小鹏现在全系的车型都采用了一个所谓比较新的品牌的一个性格，就是它有一个非常脚踏实地的产品定义，再配合上小鹏品牌与生俱来十分强大的一个智能化，这是一个在市场中非常奇妙的组合，也成就了当前小鹏品牌的一个销量跟口碑的一个起飞。而如今这台小鹏 G7，凭借它接近4.9米的车长和接近2.9米的轴距，它来到了一个尺寸更加主流的家用电动 SUV 的这么一个区间里面。那么这样的性格是否会在这辆车上展现出更强的能力呢？我们接下来仔细来看一看它具体的表现。首先来看这辆车的外观设计，其实这辆车的外观设计非常的好理解，你就把它想象成是 P7 加稍微再抬高了一点点就可以了。其实所有的这些设计细节，整体的设计语言都是非常相似的。从我个人的理解来看，我觉得 P7 加其实并不像是一台轿车，它其实更接近于一个更溜背的 shooting brake， 也就是猎装车型，甚至说旅行车都可以。所以说这辆车和 P7 加的关系，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是极氪 7X 和007 GT， 或者说蔚来 ES6 和 ET5T 的关系就可以了。关于这辆车的外观呢，其实我更想来说它的几个细节。首先，第一就是它的 L113，也就是防火墙到前轮轮距的这个距离非常的短。其实小鹏 G6 也已经用过这样的设计，但是由于 G6 那个非常圆润的这个设计手法，让这样的一个设计特征显得就是整辆车有点短胖的一个感觉。然而，它现在使用了一个更加我们所谓力量感比较强，或者说直线线条比较多的一个设计之后呢，这样的一个设计出现在这辆车上，也不会觉得它好像过于的买菜的一个感觉。接下来聊一下它的轮胎，这辆车也是有18寸和20寸的2个选择，而且这2个轮胎的数据和 P7 加以及 G6 是完全相同的，所以说我们可以大致去猜测到它们的下车身有多少的共用件。然后关于这个轮胎的选装，6000块钱从18升到20，这个选装一定要买，好吗？我身边有很多朋友，我去询问过他们对于不同轮胎车型的一个行驶质感的评价，20寸的版本会比18寸要好开的非常多。第三，注意看这辆车后窗那个面积，虽然说它已经升高到了一个 SUV 的高度了，但是整个后窗的高度其实还是更接近轿车，所以说它下面的这一块会显得稍微的有一点厚实，在黑色的车型上不是很明显，如果你一会儿看到白色车型的话，你会觉得它的后窗面积会稍微有一点点小。而第四就是来到车尾的这个位置。P7 加其实是一个我觉得外形设计还算比较成熟、比较成功的一款车型，但是很多人都无法去理解它那个双层车尾的一个设计，其实是为了兼顾空间和空气动力学的一个考量。然而现在来到了 G7 这台 SUV 车型上之后，你就会发现它整个车尾变得更加的主流了，那么它的接受度也会更高一些。接下来来到车内，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的来理解这辆车的一些设计，所以我还是以 P7 加作为一个参考来向大家展示一下。你面前看到的，比如说方向盘、换挡杆、车窗键、门把手、大屏幕、流媒投掷镜这一系列所谓的通用件，和 P7 加也都是完全相同的。但其实它的内饰设计是发生了蛮大的一个变化。首先，由于它现在是一台 SUV 车型了，所以说它整个垂向空间会更高一些，那么就意味着它的整个中控台的面积会有更大的一个延伸。所以说，它在它的氛围灯的下面沿入了一条。按照小鹏官方解释，这是来自欧洲真实的木头的这么一个饰条，而且会把那个氛围灯给直接打在这个饰条上面，会显示出一些更加立体、更加丰富的一些视觉效果。接下来的变化在于空调出风口，P7 加使用的是实体空调出风口，这对于我们这些使用习惯比较传统人来说可能更加习惯，而现在变成了电动隐藏式的，在中控的下面以及在这两侧音响的下面是藏在里面的，隐藏的其实还算是蛮好的。然后下面这个储物格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设计。这是一个原车自带，我也不知道是商城里买的还是买车时候就会送的这么一个纸巾盒，它下面有块铁片，而这下面呢是一个磁吸，也就意味着你的纸巾以后放在车里面就不会飞来飞去了。接下来聊一聊小鹏引以为傲的智能化表现。今天因为时间有限所以说我们今天只聊硬件不聊体验。
首先要明确一点，这辆车是小鹏第一台搭载自研图灵 AI 芯片的车型。这个芯片具体算力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值，但是我们知道它大概是在700 TOPS 左右。然而这辆车一上就上了3片，也就意味着它的车端有2100 TOPS 左右的一个算力，这真的应该算是当前车端算力最大的这么一个记录了。而同时，由于这辆车它使用的是架舱一体的结构，也就是说它没有分开的说这是驾驶辅助芯片，那是车机芯片，所以说它整体的算力和体验和信息的交互都可以打通，它可以做到一个整合感更强的这样一个智能化的一个体验。不知道这个芯片的这个成本到底是多少，但我有理由怀疑他们省下来的2颗激光雷达钱可能都已经砸在这个芯片里面了。其次是小鹏刚刚发布的和华为 X HUD 合作的这套 AR HUD 系统，除了常规的这些信息的展示和可以看电影之外，它最大的功能就相当于是把所有的导航和驾驶辅助的一系列的信息通过投影的方式叠加在了你风挡外面的画面里面，而且因为它是和华为合作的这个关系，所以说它所有的这些信息都可以叠得非常的准确。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看到它实际的表现，但是它有一段观影的一个模式，可以大概给我们来演示一下它实际的效果。这套东西实际体验就像什么呢？你就想象问界 M9 的那个投影大灯，它可以把什么人行道啊、箭头投影在地上，然后你可以去看一个所谓沉浸感更强的一个驾驶体验。那么它就是一个更独享的一个状态。但是 HUD 呢，总归会带来一个问题。首先是有些人觉得它会有一点点抢夺你的这个驾驶的这个视线重心，可能会有一点点分心，这是某些人的一个习惯。另一个就像我这样，我是很习惯戴这个墨镜来进行驾驶的。那么当我戴上偏振墨镜的时候 ，HUD 的显示就没有那么明显了。不知道这个问题华为和小鹏有没有办法解决一下呢？而最后是一个很小的细节，这辆车当前支持苹果的 UWB 无线手机钥匙的功能，它可以更加准确的去定位当前的手机钥匙在哪个位置，所以说你的上车解锁的这些体验可以显得更加的无缝衔接一些。蔚来手机就是提供了这样的一个体验。从这一点你可以看得出来，它又和华为合作，又和苹果合作。它其实最后想要打造的核心，就是给消费者、给驾驶者去呈现一个真正意义上更好用的智能化体验。它并没有在意所谓的那些品牌的生态隔离，它没有这种偏执。讲完了一些天马行空的，我们再来看一些务实的，也就是它的后排空间。P7 加能够获得如此的销量表现，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它后排空间真的很巨大。我不知道小鹏的这个空间布置工程师是突然开了什么窍，可以在这样一个车身尺寸里面挖出来现在这样一个空间。然而 P7 加摇身一变变成了 G7 这样一个 SUV 车型之后，它的后排空间就显得更加的宽敞。1.9米的身高的我啊，坐在这里我可以有接近2拳的头部空间。接下来聊一些变化，首先中央扶手这里增加了一个50瓦的无线充电啊，当后排的这个充电补能体验也可以更加的完全一些。现在全车是有3个50瓦的手机充电，然后就是这个小桌板的升级了，在这里增加了一块挡板，而且中间也是有磁吸的，所以说如果你使用的是苹果手机的话，你在这里它手机的观影体验也会变得更好。而如果你不想用手机来看东西的话，后面还有块8英寸的屏幕，可以放爱奇艺、听听歌，或者来控制你后排的加热、按摩以及通风。如果你觉得这个后排空间已经很大了，那么你就过来看一看后备箱啊。在常规状态下，它有819升的空间，而它的盖板下面呢，还有120升的隐藏空间。最后，当你把后排座椅全部放倒之后，你还会得到2277升的最大可扩空间。说实话，这辆车的后备箱我都不需要去评价它多规整啊，上面有没有这种小的锚点啊，这种网兜这种小设计，你光听这个数字你就知道，这是一台极其实用的车。在拍摄之前，我非常简单的认为这辆车最大的竞争对手应该就是那台同为小字头、同为7字辈的 SUV 车型。然而在仔细了解完这辆车之后，我发现其实它和小米预期之间的这个性格差异是非常的明显的。我现在甚至都感觉不到他们的受众用户会有很强的一个重叠了。
这其实就是小鹏当前有一个新的品牌性格之后所展示出来的最强的竞争力。相比那些比较务实的品牌，比如说像领跑、深蓝，它的智能化的表现绝对是越级的。然而，相比于那些本来就有这些豪华智能属性的品牌，比如说蔚来甚至理想，它其实展现出来的这种脚踏实地的感觉，反而能得到更多下沉市场的一些认可。小鹏现在已经摒弃了曾经那种我需要给你讲一个很好听的故事，你才可以了解到我车到底哪里好的这种手段。它现在采用的是一种非常简单粗暴的方式。你觉得我空间小，我就给你一个巨大的空间；你觉得我价格贵，我就压我的成本；你觉得我的这个 SKU 太多了，我就给你尽可能少的一些选择。而如果你觉得我纯电的这个身份还是显得有一些过于孤傲了，我今后还给你推一个增程。这就是小鹏当下的一个执念，我觉得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放下身段，拥抱未来，不是草字头的那个未来。